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没钱的人要怎么才能买得起房啊？到底怎么投资房子？这个话题其实没有什么人敢聊的，因为他们可能也买不起房嘛。那要怎么讲呢？对吧？其实呢，买房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我有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他以前是打工的，然后收入也比我少很多，但我非常的敬佩他，因为他在英国、加拿大、香港、马来西亚等等都买了房，他有超过100套房子，然后他现在也没有工作了，因为他财富自由啦，每个月收房租也能追得上我们拼命的干活了，真的牛。那他到底怎么一瞬间拥有这么多房产呢？8年前他因为眼睛要做手术，所以从国外回来了，我当然就抓住他啊，因为我一直关注在股票投资上面，所以在买房这一块，投资房子这一块，我还不算是专家。那我遇到这样的一个高手，我肯定又是抓着他啊，向他请教啊，因为至少我觉得在投资房子这件事上，他是有资格教我的。所以其实我们已经谈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我也总结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但我不敢拿出来告诉大家，因为我没有实践过嘛。而现在我敢拿出来了，就是因为我已经做到那个窍门了。今天我20万订阅了，为了答谢各位一直以来对我频道的喜爱，我今天就直接揭秘，到底这个打工的朋友怎么在几年左右的时间，在世界各地拥有超过100套房子，而且我会直接公开怎么透过房子从零赚到第一桶金。对的，也就是说没钱也可以通过房地产来赚到钱，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为创业，而不是投资啊。这就涉及到空手套白狼的概念，就需要一点智慧，大家未必听得懂。但我对品书会的兄弟姐妹们的要求是，听不懂的就多听几遍，听懂为止。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但开始之前，我还是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干货吧。首先，我们先说点心法，后面我再说技巧啊。因为有些观念你不改变，后面说再多的干货也没有用。我先预告一下，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就会留言说道理我都懂，但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就每个人都发财啦。其实如果是我们品书会的兄弟姐妹们都会知道，我最恶心的就是这种留言。你懂什么道理啊？道可道非常道什么意思？大道至简什么意思？连李嘉诚都不敢说自己懂道理，你凭什么？你装什么啊？我先问大家，大部分人买房子被逼着买房子是在什么时候呢？当你找到一个心爱的女子，当你去她家提婚的时候，当你想要把她娶回家的时候，那丈母娘说你得有房啊。这时候呢，你千方百计也要把这个女孩娶到手里，所以这次就造成了你第一个买房的契机，很痛苦，但是呢，你的行动力就会很强。然后第二呢，就是夫妻多年了，有了小孩，觉得自己这辈子呢，可能也就这样了。但是不能再让小孩跟自己一样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就会计划为孩子买一套学区房，让孩子能够读上好的学校，将来有更好的前途，以后成为比自己更好的人。大家发现吗？普通人，我直接说穷人吧，他们买房都是被动的。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怎么买房这件事？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买不起啊，就是自卑嘛。看着自己那点小薪水就想吐，对吧？但就是这种被动的状态，就在你等待的这个时间里，一些所谓的中产有20万美金的存款，本来在一些地区还够首付，本来购买3房的房子，但觉得跟银行借钱就负债了，然后还要超多的利息，就错过了。过了几年过后呢，就变成了2房，2房呢就变成了1房，1房呢就变成了一个小厕所间。这其实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购买房子的计划，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规划。我告诉你，一个好的买房计划能够让你至少提前5年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构建自己心爱的家。可我没有10万美金啊，别急，后面会告诉你怎么操作。那你要先知道一件事，买房这件事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空手套白狼，是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捡西瓜的故事。
而跟捡西瓜相对的，就是一个关于捡芝麻的故事。什么是捡芝麻？假如一个人的年薪是3万美金，他辛辛苦苦的工作10年，用最美好的时光来工作的话，10年后他只能赚30万美金。但投资房子来赚30万美金，可能不需要10年，很有可能5年就够了，甚至更少。这就是捡西瓜。大家听懂这区别吗？捡一个西瓜，也就胜过捡100个芝麻了。所以现在你的思维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把重点放在捡西瓜，就是买房这件事上，而不是打工嘛。你去想怎么把工作做好有什么用？公司是你的吗？买到的房子才是你的。所以第一步，我们要打开我们的思维，就是我之前吸引力法则提到的，你得相信你能够买到房子，你得相信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跟你处境是相同的，却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能买到房子。一定有一批人跟你的收入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们当中有一小部分人用了很特别的方法买到了属于他们的房子，然后得到了极大的财务增长。你不相信，你不需要听后面的方法了，因为你不会去做的，那只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罢了。你得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你才有可能去做，你才有动力去做。我告诉你，我经过和那个朋友的相处，我本人发现，同时也相信买房致富呢，它是一门科学。科学的意思就是你做同样的事情，就一定能产生同样的结果，有步骤，有方法，可执行，可评估，我们称之为科学。我认为买房这个事情呢，跟所有的其他成功的事情是一样的，它是可以复制的，它是可以由你身上实现，用别人的经验来加持你来实现的。这就是我们认为相信就是真实的特别重要的第一点。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你就无法打开这个思维，你就会在买房的过程中时时退却，动不动就打退堂鼓，你就会做了一半了，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太难了，我做不成，然后就放弃了，然后就痛苦了。3年以后呢，你结婚的时候才能重新捡起买房这件事，可是那个时候的房价已经不是现在的房价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啊！相信自己配得上，相信自己已经拥有。吸引力法则最重要的第一步，可以应用在所有的事情上。大家可以重温我之前的影片。那在说怎么制定计划，也就是第2步之前，我先给大家一些干货吧，我怕有些人等不及了。就是买房到底可以怎么套利赚钱呢？套路就几个，不管你有没有钱，都是这么玩的。我帮你总结了。首先，买房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痛点，这痛点把很多人都阻挡在买房的门外，因此让购房时间延迟了很多年，错过了极好的时机。想必你也猜到了，那就是一直让我们烦恼的月供啊。举个例子啊，假设买一套100平方米的3房2厅的房子啊，以1平方米9000美金来算，总价90万美金，贷款63万美金，还款时间为30年，等额本息来算，月供呢，大约每个月3到4千块美金左右。这仅仅是月供哦，平时的消费加上小孩上学的费用，很多人的收入是没有办法覆盖的，压力特别的大。如果你有以上的压力，是不是不敢生病呢？不敢辞职，不敢跳槽？所以迫切的需要解决月供的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了。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以为买房就是买房，租房就是租房？你是不是认为只有自己买了房子才可以当房东呢？你是不是认为租客只会挑选最便宜的房子租呢？是的，我以前也是这么想，但我这个朋友告诉我，其实买房是有很多套路的，只是没有人告诉你罢了。而第一个套路就是长租公寓，什么意思呢？其实房屋长租啊，是为了转租而存在的，转租进来，然后先把房子租进来，通过装修美化的方式来实现一个租金差，这就是长租公寓的办法。小呢，可以帮助你减少月供，减少你所付的租金；大的话呢，可以作为一项事业来获得100万的收入。
一般我们租房子啊，你是不是都是签1年呢？有没有想过签2年，甚至签3年呢？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般都是签6年以上的合同，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为了锁定未来房租增长的利润空间。长租简单来讲，就是签订长期的租赁合同。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平时租房要不要花钱呢？这不废话吗？当然要给钱啦，谁还让我免费住呢？不是废话，我们的这个套路就是可以让我们租房不用钱，不卖关子了，直接减少。就是你可以自己住一间很大的房子，比如说一间3房2厅的，它的租金假设是$800左右。那么呢，你把其中的一个大的主卧以$450的租金先租出去，收拾一下，美化一下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等一下具体说怎么美化。那么那个次卧呢，你就以$380左右把它租出去。那这样子你收到的租金就将近有$830了，就是你已经 break even 了，已经回本了。因为你投入才$800嘛，所以剩下最小的那个房间呢，就可以拿来自己住。如果你本来已经有地方租的话，这个小房子就以同样的方式租出去，这个小房子的租金就是你的净利润。而如果这个小房子是你自己住呢，那在这个期间内，你只需要管理好这2个租客，你住在这个屋子里的租金就是全免了。而且呢，有可能还有一点点的溢价。如果你签了5年呢，那就是说未来5年的时间内，你只需要管理好这2个租客，你未来5年就不需要为了租房子付任何的租金。如果你签10年呢，就意味着未来的10年你不需要花任何的钱在租房子上面，一下子就能够省到5到10年的租金了。假设每个月的租金是$300，那么1年呢就是$3600了。这数额长期下来是极其大的。这套路你玩熟了以后，你就可以租一间更大的、更豪华的房子了，甚至你可以多租几间，就把杠杆提上去嘛，是不是很好玩呢？那听到这里，题外话，有人就会问我，你怎么能够认识到这么多的牛人朋友啊？就是为什么我自己身边的朋友的水平都跟我差不多啊？很简单，你的圈子就是你的同学、同事啊。这些人当中，其中有1-2个人能够混得好一点，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混得好的，又未必和你关系最好。我自己啊，很早，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商圈的思维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我只知道我要白手起家，我要改变我的环境。我很直接说啊，我大学同学现在都已经没有什么联络了，因为我以前也不跟他们玩呢。我以前就加入了很多交流团、社团，当主席，去认识那些赞助商、权贵。后来我做生意，我就直接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避免了很多的麻烦。这就是富人圈子的重要性。所以我也为品书会的兄弟姐妹们建立了一个富人圈。我的这个品书会除了以听书的形式每周2天为他们解读100本让我们达到财富自由的书以外，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 Facebook 富人群组，里面的兄弟姐妹都只有一个目标，很直接，就是财富自由。他们会互相的提供自己的资源，分享赚钱最新的资讯。里面的人都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毫不夸张的讲，如果你在里面认识了一个灵魂伴侣，你的3代都是富贵的，因为你们2个人的财富观都一样嘛。然后我认为吧，群里面这1年内应该会出几个千万甚至1万以上的富翁，因为现在已经有几个兄弟混得比较出色了。然后我本人还会带着他们去创业，去干一个零成本的创业项目。这个项目有多好呢？现在大部分的兄弟都是副业去做嘛，然后最厉害的就已经赚到比他们自己打工半年还要多的薪水，也就1-2个月左右的时间，而且是被动收入。这些人才，我不但会私人鼓励他们一些苹果产品，就是 iPhone 啊、MacBook 啊等等。我之后还会考虑让他们加入我的团队，带着他们跟着我做盈利更大的项目，成为我的左右手。另外，我本人也会不定期的录制一些课程，这些课程的价值毫不夸张的讲是无价的，因为你绝对在外面都听不到，是最上层的富人思维，可能会冲击到大家的价值观。最近刚更新了一段关于赚钱的真相的，而品书会随着更新不断的涨价，因为价值提升了嘛。
所以有兴趣的各位可以点进影片描述栏的链接，用那个限时优惠加入，越早加入就越便宜。那接下来第二个套路就是如何把房子比别人更高的价钱租出去，比方说高30%或者是50%。其实大家如果像我一样去踩过盘，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市场上大部分的人想把房子租出去，但他们连最简单的收拾一下配一下家私家电都没有，有些人甚至卫生都没有打扫过，就直接挂在中介里面放租了。毫不夸张的讲，1000个房东里面就有600-700个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供不应求啊，他们不愁房也租不出去啊，又怎么会花时间搞清洁呢？他们不在乎这些，那你们可不能不在乎啊！特别是白手起家的各位，上面不是说了，我们的套路是先通过租一个比较大的房子，再把其中的几间租出去，覆盖自己的房租嘛。那该怎么以一个高的价钱租出去呢？就是把房子进行设计、美化、装修，然后再出租。这个能够极其明显的提高溢价的空间。在平时呢，市场上的房子只能租800块美金，你相不相信？通过一定的美化和美装，而且花的钱呢也不是那么多，大概就是800到3000块美金，就能够把租金提升到每个月1000块美金呢？你也许觉得不可能吧？租房子的人又不是傻瓜，要出那么多的钱，他们怎么会愿意花钱来租呢？你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你没有做过市场的调研，这些我都帮你们做了。你只需要知道，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念跟以前不太一样的。这些人群呢，更看重舒适的体验，有格局，又好拍照，愿意出这个价钱。这个是我们90后甚至更年轻的群体所需要的租房体验。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认为房子是可以租过来的，但是生活不可以，所以我们追求更高的生活体验，也因此愿意付出更高的溢价。这是一个很明显租客群体的不同，而且这群年轻人也不太懂市场价，因为价钱都是你定的嘛。同样的一栋房子，他们看见装修不一样，自然会觉得价值也不一样啊。而价值之间的差价就是由你来定的，因为市场没有任何数据参考。这个套路呢，我那个有100套房子的朋友已经验证了，在任何地区都实用，就是通过软装美化，把自己房子的租金提升到30%到50%。所以如果你有一套房子能够一个月赚300块美金，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量达到50套的时候，你每个月就会达到15000块美金的收入呢？1年下来差不多会有18到20万美金的收入啊，这就变成了一个极其暴利的生意了。你会说，哪有钱来买这50套房子来出租啊？刚才已经告诉你了，你不需要买下50套房子，只需要租下50套房子，把它们进行装修、改造、设计和美化，再转租给下一个租客就可以了。你现在是不是在想，做这个是不是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啊？平时要工作要上班，哪有时间做这个呢？实际的情况是，其实个人也可以做，上班的时候呢也可以做，比如在你家附近3公里以内做就可以了。用什么时间来做呢？就是用你下班的时间看房，用你周末的时间来选房和装修就可以了。长租公寓这个动作啊，是锁定了后面多年的利润，有可能是5年，有可能是10年。我朋友签过最长的时间是12年，你可能会觉得不可能，然而这些不可能的事情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我认为最好的期限呢是100年，而实际上呢，在美国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帝国大厦，它的合同租约是签了114年的，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那实际上该怎么操作呢？我帮大家细化一下，分为3个步骤。第一，就是首先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中介，这适合的中介呢，通过找他看房、选房，不断的筛选对比，这是你的第一步。当然在这个找的过程中呢，你也许需要去看50到100套房子，你才能在中间选到一套适合自己的长租公寓。你会遇到拒绝，也不是每个房东都会同意你的方案。然而如果你寻找100套房子，一定会有一个房东特别喜欢租给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管理那套房子已经给他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麻烦，他
他特别需要一个能够长期稳定的帮他管理房子的人，而这时候你出现了，这就是长租公寓了。这是我们称之为立即行动踩盘。我们经常说清100只青蛙找到一个青蛙王子，清100只青蛙呢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你不知道哪一个青蛙会是王子，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踩盘，不断去看盘。你通过不断的看盘来了解户型、朝向、价格、社区的成交量、带看量，以及各种社区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你通过不断的跟中介磨合，来了解中介的套路、方法、技巧，来了解各个不同中介对你的说辞，来了解各个不同中介给你的信息，来对比你所得到的信息，然后呢，再做一个不断的反馈和筛选。你通过不断的跟房东见面，来了解为什么房东要卖这套房子，他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他对这个社区的看法是什么，他对未来的看法是什么。你要知道，每一个想卖房的房东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由想要卖，你只有在过程中通过锻炼、彩排、与中介打交道、面试房东、筛选房源，这技能一天天的磨合，你才能够更清楚、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说穷人天天想，富人天天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构建清晰准确的蓝图，然后锁定城市和目标盘，就是你想要在哪个城市买房，那个城市哪个区域是你想要买房的地方，在脑海里面把这个想象的东西信息化、具体化、细化到在哪一个城市买一个多大面积的房子，几房几厅，桥向如何，楼层在几楼，总价多少，离铁路站口有多远，是否有学区房，房子是哪一年建的，周围有什么配套，哪些东西是你喜欢的，哪一些东西是你不喜欢的，然后就制定一个表格，把这些东西完全的细化到每一个方面，让你能够清晰的在你的头脑里面能够把它反映到现实生活当中，计算出你需要的首付是多少，你的月供是多少，你用谁的名字来做房产证，你贷款的时候要贷多少钱，征信报告是否 OK， 你的流水要做哪一些准备，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列在一个表格上，这个就是你即将要买的房子。同时如此清晰地呈现出各个数据，证明说你买的房子是怎么样的，你要付出多少钱，你以后要还多少钱。如果一件事情是如此清晰而明确的话呢，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复杂了，因为它可执行、可评估、可测量。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目标倒推法。在清晰的愿景背后呢，必须要去有一个实现它的真实目标，要把它变成一个有形、可以触摸的、可以感知的一个东西，把自己喜欢的社区或者是户型图拍下来，然后贴在床头，或者做成是手机的屏保，在你所有可见的地方想象自己住进去的感觉，不断的形成印象，让买房这件事情呢成为你每天都在执行的计划。所以呢，在这个目标背后，人就会不断的衍生出你强大的动力，就是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我每一天都在离我的目标更进一步了。那当你找到了房东，签下合同以后呢，你就开始对他进行接下来的第三个步骤，就是讨论如何装修改造、设计美化的事情。如果你想要回本比较快呢，这里面有个原则呢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轻硬装重软装。因为硬装的钱花的是大钱，但是效果呢又不是特别的明显。硬装是什么？硬装的主要包括了水泥、地砖、墙面还有水电工程的部分，它们很重要，但实际上呢，它对人的感官呢不是太明显的，因为它有很多隐藏的工程。而软装呢就实现了钱花的少还容易出效果。一个租房的人从进门口的那一刻起，他有5秒钟的时间来决定要不要租你这套房子。大部分的人的决定是在5秒之内做成的，所以要追求表面的视觉感官，一瞬间打动顾客，让他愿意住下你的房子，而且愿意花大的价钱溢价住下你的房子。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做的第3步。那如果大家还是觉得以上的这些太困难了，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买到房呢？我还是建议大家 YouTube 创业吧。首先，这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成本，大家有手机就可以拍影片上传到 YouTube 上了。
很多几岁的小孩也随随便便赚到了几个亿。为什么？因为这自媒体是风口行业，越早开始就越快的占据市场。但说来简单，我们还是要投资自己的脑袋。就好像我当初要学当 YouTuber， 然后我就花了点小钱去参加了小船的 YouTube 课程，3个月左右吧，就达到了超过1万多的订阅，开启了广告盈利的模式，把这点学费都赚回来了。其实我觉得 YouTube 创业还是蛮不错的，大部分人做项目头1年一般就算不亏钱，但想要赚钱也是蛮困难的。但如果成为 YouTuber， 在头1个月赚到钱的人还是蛮多的，具体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进入那个网站后，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免费的课程，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和我一样加入小川的课程，就可以用链接上我为大家争取的最优惠价格加入吧。富爸爸说，投资是一个枯燥而且乏味的计划，是一个近乎机械化的支付过程，而买房呢，就像烤面包一样，你只需要按照步骤去烤面包，按照公式，按照食谱去做，它就自然而然烤出面包了，就是那个味道。而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做到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人总是一开始十分的好奇，那又特别容易厌倦，然后呢，想要去寻找更新奇的、更刺激的、更有趣味的游戏来玩。这就是为什么100个人当中通常只有少数人致富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的按照我们制定的计划往前走，那么我们遇到了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的就不是说我不做了，我改条路，而应该是说我不断的推动原计划前进。不要因为一个小的机会，或者说不要因为一个什么股票的机会而放弃了自己原定制定的计划，我们称之为不改初心，终得始终。可能你认为这个计划看起来太简单了，不相信它能够达成，但是真实的世界当中，能够让你成功的方式呢，往往是简单而易行的，而不能够让你成功的方法，往往都是复杂而难以搞懂的。大道至简就是这道理。我们认为科学的方法，就是以同样的方式做下来，总是能够产生同样的结果。我们也建议你在这个过程中呢，能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或者一群小伙伴，能够大家手挽手的往前进，互相的督促，这样就不容易掉队。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的品书会，加入我们的 Facebook 富人群，我们一步一步的按照计划，一套一套的码下来。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